你好，欢迎回到深入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刘禅这样被钉在耻辱柱上骂了1800年。提起他，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是懦弱、无能、昏庸的代名词。我们总说是他亲手葬送了刘备和诸葛亮一生奋斗打下的蜀汉江山，是他让汉这个延续了400年的国号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是当我们真正沉入那个命若草芥的乱世，去审视这个被强行推上皇位的普通人时，会发现事情远比几张单薄的标签复杂得多。蜀汉的覆灭究竟是他一个人的昏庸，还是一个巨大时代死结的必然？今晚让我们撕开历史的滤镜，去看看一个从出生起就被当作政治筹码的灵魂，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一步步完成了自己的坠落与和解。故事的起点要退回到公元207年，那一年荆州的空气里已经弥漫着腥咸的战火味，北方的曹操即将大举南下。就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刘备迎来了他的亲生骨肉刘禅。老来得子本该是人生一大喜事，但对于刚刚诞生的刘禅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恐怖电影的开场。他的童年没有锦衣玉食，没有慈父的陪伴，只有一次又一次被至亲当作政治筹码抛弃的冰冷记忆。公元208年，著名的当阳长坂坡之战爆发。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位向来以仁义著称的枭雄父亲刘备做出了一项异常冷酷的决定，抛妻弃子，带着少数亲信落荒而逃。乱军之中，1岁多的刘禅被遗落在战场上，漫天都是残肢断臂，战马的嘶鸣和濒死者的惨叫交织在一起。那是一个成年人看一眼都会精神崩溃的人间地狱。就在这个让人绝望的时刻，那个名叫赵云的白袍将军硬生生在血海中杀出一条生路，将小主公绑在胸前。在长达数十里的突围中，赵云斩将夺旗，鲜血浸透了战袍，也染红了襁褓。当浑身是血的赵云终于追上刘备，双手将这个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婴儿奉上时，后世演义里广为流传的一幕，让无数人记住了刘备的帝王心术。他接过九死一生的孩子，没有半句安抚，反而重重掷在地上，留下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为汝这孺子，即损我一员大将。在周围将士感动的涕泪横流、誓死效忠的呼声中，被摔在泥土里的刘禅仿佛一个无足轻重的物件。这不仅是一次肉体上的冲击，更是一场残酷的公开宣判。在父亲的宏图霸业面前，在笼络人心的政治算计面前，你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总是习惯站在宏大叙事的视角去赞美先辈的仁义与权谋，但如果把视角切换到那个躺在泥地里的幼童身上，那该是一种何等彻骨的寒冷。从那一天起，一颗冷漠的种子就在刘禅的心底深深扎下。他过早地洞察了成人世界的伪善，明白了所谓的亲情不过是权力游戏里随时可以献祭的牺牲品。后来刘备带兵入蜀，将年仅4岁的刘禅留在了荆州，陪伴他的是嫡母孙夫人。对于年幼的刘禅来说，这位名义上的母亲从来都不是温情的港湾，而是一尊冷冰冰的政治雕像。她是东吴安插在刘备身边的眼线，这场政治联姻里找不到半点温情。不久后，孙权眼见刘备西进益州，便暗中派船接妹妹回东吴。孙夫人临行前毫不犹豫地将小刘禅一起带走，要将他作为要挟刘备的核心人质。江风呼啸，战船破浪，年幼的刘禅再次沦为任人摆布的物件。直到张飞和赵云驾着小船在江面上生生截停了东吴船队刀光剑影的对峙里，他再一次被从权力的漩涡里捞了回来。这已经是赵云第2次救他于水火之中。可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这不是什么英雄救主的传奇，
而是一次又一次随时被抛弃、被掠夺的现实确认。在短短几年的生命里，他经历了生母的失散、生父的置气、嫡母的绑架。这种反复的创伤让他形成了一套刻入骨髓的生存法则。想要在这些聪明绝顶、野心勃勃的人中间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收起所有的锋芒，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毫无威胁、没有情绪的透明人。只要不被看见，就不会被伤害。这颗冰冷而清醒的生存法则，像一层坚硬的铠甲，裹着他从荆州走到成都，陪着他走过了10年颠沛又小心翼翼的岁月。时间一晃来到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定国号为汉，史称蜀汉。14岁的刘禅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他终于有了储君的名分。可他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份尊荣，他的父亲就已经做出了一个赌上整个蜀汉国运的决定，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夷陵之战中，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刘备的数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远在成都皇宫里的刘禅，隔着千里蜀道，静静地看着这场大火烧尽了父亲一生的心血，也烧尽了蜀汉最后的国运。白帝城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越过群山，吹到了他的面前。夷陵大败后，病入膏肓的刘备自知时日无多，将诸葛亮紧急召到床前，留下了那段著名的托孤遗言：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双刃剑，他给了诸葛亮废立皇帝，甚至取而代之的无上权力，也给诸葛亮套上了千古不变的道德枷锁，让他此后的一生都只能为了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当加急的快马把这具遗命送到成都时，17岁的刘禅只觉得脊背发凉。后世无数文人墨客赞颂这是君臣相知的千古绝唱，可只有身处局中的他明白，这是父亲用最后的权威向整个天下宣告：如果我这个儿子不听话，不够格，诸葛亮完全有合法性将他取而代之。哪怕是在生命的尽头，那位父亲最在乎的依然是他的政治遗产，而不是这个17岁少年的死活。然后刘备又给远在成都的刘禅留下了一道遗诏。遗诏里他没有教刘禅怎么治国，怎么用兵，怎么当一个好皇帝，只留下了一句话：如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他给刘禅的最后一个指令就是听话，听诸葛亮的话，像对待父亲一样。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2次父权绑架，像一道刻在他灵魂深处的金刚咒，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这位少年：你必须完美，你必须听话，否则你随时可以被合法的抹除。这一年，刘禅只有17岁，他还没来得及学会怎么当一个皇帝，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的凶险，就被推上了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选择，就已经被父亲安排好了一生的路。他成了蜀汉的第2位皇帝，坐在那把冰冷宽大的龙椅上，看向阶下的群臣。他最先看到的是那个羽扇纶巾、目光如炬的男人。他不仅接管了蜀汉的大权，甚至接管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意志。我们总骂他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一个17岁的少年接手了这样一个千疮百孔、随时都可能灭亡的国家，他的容错空间到底有多大？我们总说他没能守住刘备的江山，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刘备留给他的这片江山到底还能不能扶得起来。从登基的第1天起，刘禅就活在了父辈的光环里，也活在了父辈留下的死局里。他的一生都在为父辈们犯下的错误买单，也在为这个注定要灭亡的时代背负所有的骂名。而他应对这个死局的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信任都交到了父亲留下的托孤重臣手里。登基后的第1道圣旨，刘禅给了诸葛亮，他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准许开府治事。
蜀中大小政事全部交由诸葛亮决断，整个蜀汉的权力毫无保留地交到了托孤重臣的手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试探，没有一分一毫的掣肘。后世总有人说，这是刘禅懦弱无能，甘愿做傀儡的证明。可这道圣旨背后，是一个少年在乱世里最清醒的权衡。此时的蜀汉早已是风雨飘摇，夷陵惨败的余震未散，南中四郡悉数反叛，曹魏虎视眈眈，东吴与蜀汉断盟，朝堂之上三大派系矛盾重重，人心惶惶。此刻的蜀汉除了诸葛亮，没有第二个人能撑住这个烂摊子。他没有父亲半生征战攒下的威望，没有诸葛亮惊天伟地的才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信任都交给父亲留下的这位托孤重臣，用绝对的放权换蜀汉的一线生机。他恪守着父亲的遗命，朝堂之上从不与诸葛亮争执，所有的决策只要诸葛亮定了，他便全数应允。诸葛亮要南征平叛，他便调集蜀中粮草，安抚后方士卒，给了诸葛亮一个安稳的大后方。诸葛亮要出兵北伐，他便顶着朝堂上反对的声音，一次次下诏支持。哪怕蜀中百姓因为连年征战负担日渐沉重，他也从未在北伐的路上给诸葛亮设过一道障碍。很多人只记得诸葛亮六出祁山的传奇，却忘了在这一次次北伐的背后，是刘禅在成都稳稳地拖住了整个蜀汉的后方。乱世之中，主少国疑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内乱。可诸葛亮在外征战的10余年里，蜀汉朝堂始终安稳，没有出现过一次足以动摇国本的叛乱，没有出现过一次粮草不济的哗变。这份安稳从来都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的功劳。作为皇帝，刘禅是蜀汉正统性的唯一来源，是所有势力平衡的核心支点。只要他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无条件地站在诸葛亮身后，蜀汉的人心就散不了。这是一个少年帝王对自己的国家最清醒的担当。可这份担当的背后，也藏着他无法回避的懈怠与逃避。他把所有的政事都交给了诸葛亮，自己便躲进了后宫的安逸里。他不用去面对朝堂上的派系争斗，不用去操心北伐的胜败得失，不用去权衡百姓的赋税轻重，所有的风雨都有人替他扛着。他就像一只被养在金丝笼里的鸟，只要安安稳稳地待在笼子里就够了。公元227年，南征归来的诸葛亮还没来得及卸下盔甲，便递上了那封流传千古的出师表。在那篇文章里，诸葛亮以一种不容置疑的长辈口吻教导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甚至直白地告诉他宫里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事不该管。这种事无巨细的叮咛，对一个20岁的成年男子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极其沉重的精神阉割。此时的刘禅已经成婚，已经成年，但在诸葛亮的眼中，他依然是那个需要被时刻监管的平庸的，甚至有些危险的孩子。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换作曹丕或者孙权，恐怕早就爆发了惨烈的君臣冲突。但刘禅只是温顺地听着，甚至表现得更加乖巧。也就是从那一年起，蜀汉这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在诸葛亮的操盘下开始疯狂地运转起来。北伐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图腾，而此时的刘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那种山雨欲来的血腥味。他知道相父要带着这个国家去搏一个近乎不可能的奇迹，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那道巨大的阴影下继续做一个完美的木偶。这种看似安稳的平衡，实际上是刘禅在悬崖边行走。他把所有的不满，所有的疲惫，所有的真实欲望都藏进了那双越来越浑浊，越来越让人看不透的眼睛里。也就是在这种密不透风的压抑里，一个人物开始悄悄进入刘禅的视野。那是一个叫黄皓的小太监。在诸葛亮威严的视线之外，在那些冰冷的说教和沉重的国事缝隙里，只有这个能言善辩、低眉顺眼的宦官
能给刘禅带来一丝作为人的松弛。那是刘禅第一次尝试在相父为他编织的完美世界里偷偷抠出一道属于自己的裂缝。东宫旧臣董允很快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董允为人正直，是诸葛亮特意留在刘禅身边，负责规劝君主、约束后宫的人。他多次当面劝谏刘禅远离宦官，专心政事，也多次当面斥责黄皓，警告他不得干预朝政。刘禅心里清楚，董允是对的，也对这位看着自己长大的老臣有着天然的敬畏。他收敛了对黄皓的宠信，却始终没有把黄皓从身边赶走。他骨子里的那份逃避、矛盾、不愿得罪人的性格，在这一刻已经显露无遗。他不想因为董允的劝谏就失去一个能让自己放松的人，也不想因为护着黄皓就和满朝的忠臣起冲突。他选择了最省事的方式，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放任，只要眼前的安稳不被打破，他就不愿意去动任何可能引发矛盾的东西。他不会想到，这份此刻看起来无伤大雅的纵容，会在几十年后长成一棵足以掏空整个蜀汉根基的参天大树。公元231年，诸葛亮第4次北伐，因为粮草调度的失利和推责，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被褫夺一切官职，流放偏远之地。当这份罢免李严的奏章摆在刘禅面前时，24岁的他握着朱笔的手有过短暂的停顿。他太清楚李严的分量了，那是父亲临终前特意提拔起来，用来制衡诸葛亮的关键棋子，是蜀汉朝堂上唯一一个拥有合法资历和威望去抗衡相府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巨头，在诸葛亮那绝对的道德光环和严密的政治手段面前，犹如土鸡瓦犬，瞬间灰飞烟灭。他透过这本奏章看到的不仅是李严的倒台，更是相父那不容挑战的令人窒息的控制力。诸葛亮的忠诚和大义是一把比任何阴谋诡计都要锋利的屠刀，谁敢站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对立面，谁就会被碾压得粉身碎骨。刘禅没有犹豫，他痛快地批准了流放李严的决定，还在随后给予了诸葛亮更高的赞誉。这11年里，他和诸葛亮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不是简单的君臣和睦，也不是权臣与傀儡的对立，而是两个背负着蜀汉国运的人在乱世里的相互成全。诸葛亮需要刘禅的绝对信任来施展自己的抱负，维系蜀汉的正统。刘禅需要诸葛亮的惊天伟地之才来稳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守住父亲留下的江山。他们都清楚，蜀汉的立国之本从来都不是偏安一州的1亩3分地，而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正统大旗。只要这面大旗不倒，蜀汉就还有存在的意义，荆州集团、东周集团就还有凝聚在一起的理由。所以哪怕北伐一次次耗尽蜀中的粮草，哪怕一次次出兵无功而返，他们都没有停下北伐的脚步。可他们也都清楚，这是一场注定赢不了的战争。曹魏占据着中原9州，人口是蜀汉的5倍，兵力是蜀汉的3倍，粮草军械更是有着碾压性的优势。以1州之地对抗整个中原，就像拿着鸡蛋碰石头，哪怕一次次拼尽全力，最终也只会耗尽自己所有的力气。这是蜀汉从荆州丢失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的死局。不北伐是等死，北伐是耗死。这个死局不是刘禅造成的，可他作为蜀汉的皇帝，必须陪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死局里一步步走下去。而那个用一生硬扛着这个死局的人，终究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234年的秋天，5丈原的秋风吹灭了诸葛亮最后的生命之火。为蜀汉鞠躬尽瘁12年的诸葛亮病逝在北伐的军营里，享年54岁。消息传到成都的那一刻，整个蜀汉朝堂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所有人都怕诸葛亮一死，前线的大军会哗变，怕曹魏和东吴会趁机来犯，
怕益州本土士族会趁机叛乱，怕这个撑了12年的蜀汉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恐慌很快就变成了现实。诸葛亮病逝前留下遗命，让杨仪率领大军撤回成都，让魏延负责断后。可魏延与杨仪素来不和，他不甘心北伐就此中断，更不甘心给死对头杨仪断后。一怒之下，竟然率领部下烧毁栈道，带着军队南下，堵住了大军回撤的路。同时上书刘禅，说杨仪谋反。杨仪也不甘示弱，同样快马加鞭送来奏折，说魏延拥兵自重，意图谋反。2份指控谋反的奏折一前一后摆在了刘禅面前。这是他登基12年来第一次独自面对足以亡国的危机。没有了诸葛亮替他遮风挡雨，没有了父亲留下的托孤重臣替他拿主意，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后果都要由他一个人来承担。满朝文武都慌了神，所有人都看着龙椅上的刘禅，等着他的决断。刘禅没有慌，他召来了董允、蒋琬，只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魏延如果真的要谋反，为什么不带着军队向北投降曹魏，反而要向南回撤，堵住杨仪的路？答案只有一个：魏延根本不想谋反，他只是不服杨仪，想要借着兵权除掉自己的死对头。想通了这一点，刘禅立刻做出了决断，他下旨支持杨仪，最终魏延被斩杀。这场足以让蜀汉崩盘的内乱，在刘禅的冷静处置下，仅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彻底平息。更难得的是，在魏延被杀之后，刘禅没有赶尽杀绝，他清楚魏延的功劳，也清楚魏延的委屈，没有株连魏延的家人，没有否定魏延一生的战功。而对于挑起内讧的杨仪，刘禅也没有重用，只给了他一个中军师的虚职，没有给他任何实权，反而按照诸葛亮生前的遗愿，提拔蒋琬接手了蜀汉的军政大权。整个权力交接的过程，刘禅处理得滴水不漏。他既平息了内乱，稳定了军心，也顺利完成了诸葛亮死后的权力过渡。这一年，刘禅27岁，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天生懦弱的昏君，更不是什么扶不起的阿斗。他有帝王的清醒，有权衡局势的智慧，也有处理危机的决断。平息这场内乱，只是他收回皇权的第一步。真正掌权之后，刘禅下了一道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圣旨，废除丞相制度。从刘备入蜀起，丞相一职便是蜀汉权力的核心。诸葛亮执掌丞相府12年，早已让这个职位成了蜀汉朝堂不可动摇的权力中心。所有人都以为刘禅会按照诸葛亮的遗愿，让蒋琬接任丞相，延续之前的格局。可他没有，他将原本给予丞相一身的权力一分为二，提拔蒋琬为大司马，总领行政，监管军事；提拔费祎为大将军，总领军事，监管行政。两人的职权相互交叉，相互制衡，谁也无法独揽大权，谁也无法成为第二个诸葛亮。这一手分权制衡，藏着一个帝王对权力的认知。他敬诸葛亮，也怕诸葛亮留下的权臣格局。他当了11年隆中的帝王，他知道乱世之中权臣独大，对君主而言从来都是灭顶之灾。他不想做第二个汉献帝，也不想让蜀汉重蹈曹魏的覆辙，废除丞相，军政分权。他既给了诸葛亮留下的班底足够的尊重与权力，也不动声色地把蜀汉的最高权柄收回了自己的手里。蒋琬接手朝政的时候，蜀汉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脆弱期。诸葛亮连年北伐，早已耗尽了蜀中的民力与粮草，南中叛乱此起彼伏，曹魏虎视眈眈。东吴虽未被蒙，却也在边境增兵。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觉得诸葛亮一死，蜀汉的天就塌了。是刘禅给了蒋琬毫无保留的信任。在刘禅的全力支持下，蒋琬彻底摒弃了诸葛亮时期大规模北伐的国策，收缩战线，
把重心放在了恢复国力上，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安抚百姓。公元246年，蒋琬病逝。刘禅按照蒋琬生前的遗愿，提拔费祎为大将军，接手蜀汉的军政大权，依旧延续着军政分权、休养生息的国策。费祎的才干不输蒋琬，他执掌朝政期间，依旧严格约束着北伐的规模。哪怕姜维一次次上书要求举兵北伐，费祎也始终不肯松口。每次拨给姜维的兵马，从来都不超过1万人。就这样，在蒋琬与费祎的先后执掌下，在刘禅的放权与制衡下，蜀汉走出了连年征战的阴霾。从诸葛亮病逝的公元234年，到费祎遇刺的公元253年，这近20年的时间，是蜀汉立国43年里最安稳、最平和的黄金时代。国库日渐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甚至出现了驴象安乐、道不拾遗的景象。可也是在这黄金20年里，那些足以毁灭蜀汉的隐患也在悄无声息地生长。12年的傀儡生涯，加上童年时代的巨大创伤，早就在他的灵魂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阴暗纹理。在权力稳固之后，那种被压抑的想要纵情声色的欲望开始像毒蘑菇一样在暗处疯长。而在这个时候，阻挡他享受人生的是诸葛亮生前留下的一批相府旧臣，其中最让刘禅头疼的是董允。董允是他的东宫旧臣，为人正直，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刘禅想要采择民间女子充实后宫，这种放在其他国家的皇帝身上根本不值一提的要求，却被董允硬生生堵了回去。他想要亲近皇后，董允更是多次当面斥责皇后，警告他不得干预朝政。只要董允在，皇后的官职始终没有超过黄门丞，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朝堂的权力。这种无孔不入的规训让刘禅感到窒息。他讨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他们不仅绑架了他的国家，还要绑架他的私人生活。他内心深处那个受过创伤的小孩，迫切地需要一种毫无底线、无需伪装的纵容与陪伴。可公元246年，和蒋琬同一年病逝的还有董允，这是刘禅执政生涯里最致命的一个转折点。董允一死，再也没有人能约束他的欲望，再也没有人敢直言不讳地规劝他的过失，再也没有人能挡在他和黄皓之间，拦住那个正在滋生的祸根。他压抑了20多年的心思，终于彻底释放了出来。他开始频繁地扩充后宫，沉迷于宴饮游乐，不再像之前那样时时关注朝堂的政务。他提拔了善于逢迎的陈芝接任侍中，顶替了董允的位置。陈芝有处理政务的才干，却没有董允的正直。他太清楚刘禅想要什么了。这位当了20多年皇帝的君主，早就听腻了老臣们的规劝，受够了那些贤君当节俭、当勤政的说教。他想要的是有人能顺着他的心意，帮他挡掉那些烦人的劝谏，让他既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又能舒舒服服地过日子。陈植完美地契合了他的需求。他在前朝一面能妥善处理好日常政务，不让朝堂出现混乱，一面又能事事顺着刘禅的心意，从不直言劝谏，甚至还会帮刘禅找理由应付那些老臣的进言。更重要的是，他主动和后宫的黄皓勾结在了一起，两人里应外合，一个在前朝把持言路，一个在后宫揣摩上意，一点点地把朝堂的权力攥在了自己手里。刘禅对此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乐见其成。在他看来，陈植和黄皓是最懂他的人。那些荆州集团的老臣对他永远是君臣之分，永远是规劝与约束。他们忠于的是诸葛亮留下的蜀汉，是兴复汉室的理想，而不是他这个活生生的人。只有陈芝和黄皓眼里只有他这个皇帝。可他没有想到，这份安逸正在一点点打破蜀汉朝堂维持了20年的权力平衡，朝堂的风气一点点的变了。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官员们纷纷依附黄皓，只求自保。
再也没有人敢直言劝谏，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拦住正在滑向深渊的国运。更致命的是，蜀汉立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阶级矛盾在这一时期彻底爆发了。刘备入蜀带来的荆州集团和早年刘焉、刘璋父子留下的东周集团始终把持着蜀汉的核心权力，而益州本土的士族始终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没有话语权。可蜀汉所有的战争成本，所有的赋税徭役，最终都要落在益州的百姓身上，落在益州本土士族的头上。诸葛亮在世时，靠着北伐的大义、严明的法度和个人威望，硬生生压住了这股矛盾。蒋琬、费祎执政时，靠着休养生息，减轻百姓的负担，也勉强维持着各方的平衡。可到了现在，刘禅沉迷享乐，黄皓专权乱政，朝堂之上派系倾轧，益州本土的士族彻底看不到希望了。他们为了蜀汉的北伐，交了几十年的赋税，送了无数的子弟上战场，可到头来，权力依旧被外来的荆州集团把持着，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公元250年左右，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人物光禄大夫乔州写下了一篇《仇国论》，直言在大国实力碾压的情况下，小国频繁用兵只会让百姓疲惫，国家动荡，最终只会自取灭亡。这篇文章本质上是益州本土士族对蜀汉立国之本的公开否定，他们不再支持北伐，甚至已经开始为投降曹魏寻找理论依据，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蜀汉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崩塌了，益州本土的士族已经和这个外来的政权离心离德了。一旦曹魏大军压境，他们不会拼死抵抗，只会想着怎么打开城门迎接新的主人。可面对这篇在蜀中广为流传的仇国论，刘禅的选择依旧是逃避，任由这股思潮在蜀中大地上蔓延。他不会想到，他此刻的放任会在10几年后让他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朝堂的分裂早已从权力之争蔓延到了蜀汉立国之本的根基之上。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公元253年的正月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这一天，大将军费祎在蜀汉的岁首大会上被刺杀身亡。费祎的死意味着后诸葛亮时代持续了近20年的平稳守成时代彻底终结了。朝堂之上再也没有人能约束姜维的北伐执念，再也没有人能制衡陈植与黄皓的势力。蜀汉的这辆战车在平稳行驶了近20年之后，终于失控了。他一头冲进了连年征战的泥潭，也一头扎进了朝堂内斗的深渊，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时代给蜀汉判下的死刑，从这一刻起正式进入了倒计时。费祎遇刺的这一年，姜维已经52岁了。自诸葛亮病逝5丈原，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这19年里，他从一个降魏归来的年轻将领，一步步熬成了蜀汉军界的核心人物。可他始终没能放开手脚，去完成诸葛亮临终前托付的北伐遗志。费祎像一道无形的闸门，死死卡着他能调动的兵力。费祎一死，这道闸门彻底打开了。刘禅很快下旨，让姜维以魏将军的身份执掌蜀汉的全国兵权。仅仅半年之后，姜维就率领着数万蜀汉大军，打响了他执掌兵权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北伐。开局是辉煌的，桃溪一战，姜维大败曹魏雍州刺史王经，数万魏军战死沙场，尸体堆满了桃水两岸，河水为之断流。桃溪大捷是诸葛亮北伐之后蜀汉取得的最大一场胜利，整个雍凉震动，曹魏朝野上下一片恐慌。消息传回成都，刘禅大喜过望，立刻下旨晋封姜维为大将军，总领蜀汉全国军事。可此刻的刘禅内心深处却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30多年的帝王生涯早就让他看透了权力的运作逻辑。面对姜维的疯狂请战，
他本可以站出来，用皇帝的权威去制止这场必输的赌博，但他最终做出了一个让他背负千古骂名，也展现出他人性最幽暗一面的选择。他选择了摆烂，选择了无底线的摇摆，这是一种带着极强报复心理的堕落。刘禅疲惫地发现，诸葛亮虽然死了，但相父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附身在姜维的身上，继续用那种宏大的道德叙事来绑架自己，绑架这个国家。既然你们非要去追求那张虚无缥缈的复兴大饼，既然我这个皇帝永远是个盖章的工具，那这江山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他既没有像诸葛亮时期那样无条件地支持北伐，也没有像费祎时期那样死死约束着北伐的规模。他像一个坐在看台上的观众，赢了给封赏给兵权，输了就罚就贬官，却从来没有真正定下来蜀汉的国策到底是该战还是该和。他不想得罪以姜维为首的北伐派，这些人是诸葛亮留下的军事班底，是蜀汉的护国柱石。他也不想得罪以谯周为首的反北伐派，这些人是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是蜀汉统治的根基。他依旧选择了最省事的方式，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放任，任由朝堂之上两派的矛盾越来越深，裂痕越来越大。可战争从来都不是只靠一场大捷就能定胜负的，他拼的是国力，是人口，是粮草，是后方的支撑。曹魏占据着中原9州，哪怕陶溪惨败，也能很快调集新的兵马，补充粮草，重整防线。而蜀汉只有1州之地，一场大胜消耗的粮草军械，需要蜀中百姓数年的劳作才能补上，更别说一旦战败，就是伤筋动骨的重创。陶溪大捷的第2年，姜维再次率领大军北伐，却在断谷遭遇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场失败，被邓艾打得大败，将士死伤惨重，粮草军械损失殆尽。姜维只能带着残兵狼狈地撤回蜀中，断谷惨败的消息传回成都，整个蜀地都震动了。之前因为陶溪大捷压下去的反对声浪瞬间铺天盖地而来，谯周为首的益州本土士族纷纷上书痛斥姜维穷兵黩武，掏空蜀中。朝堂之上，就连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都站出来反对姜维，指责他连年征战，劳民伤财。百姓的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从诸葛亮5次北伐到姜维一次次出兵，蜀中几乎代代都有男丁战死在北伐的战场上，家家户户都要承担着沉重的赋税来支撑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可面对这一切，刘禅依旧没有做出明确的决断，他只是把姜维从大将军的位置上贬了下来，却没有收回他的兵权，也没有叫停北伐。他依旧在摇摆，依旧在逃避，任由朝堂之上的分裂越来越严重。他就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既不敢往前踏一步，也不愿往后退一步，只能任由脚下的土地一点点碎裂。而维系着这最后一丝摇摇欲坠平衡的人，也在不久之后彻底消失了。公元258年，一直替刘禅在前朝挡着风雨，和黄皓里应外合的侍中陈芝病逝了。陈芝的死像抽掉了朝堂之上最后一块平衡木。之前，陈芝虽然和黄皓勾结，却也能勉强处理好政务，平衡朝堂各方的势力，约束着黄皓的权力，不让他彻底失控。陈芝一死，再也没有人能制衡黄皓了。当防线在内心彻底崩塌，那条潜伏已久的毒蛇终于堂而皇之地爬上了龙椅的扶手。刘禅彻底放开了对黄皓的宠信，允许他自由出入宫廷，参与朝堂决策，把持皇帝的言路。黄皓从一个后宫的宦官，彻底变成了把持蜀汉朝政的权宦，整个朝堂的风气瞬间彻底败坏。黄皓借着刘禅的宠信，开始肆无忌惮地插手官员的任免。很多史书把这一段归结为昏君宠信宦官，但拨开表象，这是刘禅在极度压抑的政治环境中发展出的一种扭曲的防御机制，
更是他阴暗的帝王平衡术的极致体现。他不愿意去面对姜维送来的那些满是阵亡名单的战报，他太害怕那种无力感了。于是黄皓为他编织的这个充满享乐和迷信的幻境，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最后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他不用当那个提心吊胆的木偶，他只需要当一个纵欲的凡人。但刘禅真的完全糊涂了吗？并没有。他在这种疯狂的堕落中，依然保持着一种冷酷的政治本能。他深知黄皓是个毒瘤，但他不仅不铲除，反而刻意纵容黄皓去干预朝政，因为这是他在失去对军权的绝对掌控后，唯一能用来牵制姜维的手段。黄皓开始在朝堂上安插党羽，结党营私，甚至多次暗中克扣姜维前线的粮草，联手诸葛瞻等人，准备废掉姜维的大将军之位，把兵权交到依附黄皓的右大将军严羽手里。这是一种极其阴暗也极其自私的帝王平衡术。刘禅用黄皓这个污点去对冲姜维身上的光环，他宁愿眼睁睁看着朝政败坏，看着小人得志，也要维持住一种变态的权力制衡。整个蜀汉朝堂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已经彻底烂透了。君臣离心，忠良被逐，派系倾轧，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再也没有了诸葛亮时期的清明，再也没有了蒋琬、费祎时期的安稳平和。而这一切的根源，不是黄皓有多奸诈，不是朝臣有多懦弱，而是坐在龙椅上的刘禅彻底放弃了自己作为帝王的责任。黄皓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刘禅的宠信，没有刘禅的默许，他连插手朝堂的资格都没有；没有刘禅的纵容，他根本不可能把持官员的任免，排挤忠良，祸乱朝纲。是刘禅亲手把这把刀交到了黄皓的手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刀一刀砍向蜀汉的根基。朝堂的彻底溃烂很快就传导到了前线的战场之上。公元262年，发生了一件彻底断送蜀汉国运的事。这一年，姜维最后一次率军北伐，再次被邓艾击败，只能带着残兵退回蜀中。此时的朝堂之上，黄皓已经和诸葛瞻联手，准备废掉姜维的大将军之位。姜维彻底怒了，他征战半生，为蜀汉浴血奋战几十年，到头来却要被一个宦官和一群只会明哲保身的文官夺走兵权。他从边境赶回成都，直接进宫面见刘禅，当面弹劾黄皓。这是蜀汉最后的忠臣，给刘禅最后的机会。只要他此刻点头，杀了黄皓，整肃朝纲，就能重新凝聚朝堂的人心，就能安抚住姜维，稳住蜀汉的军事防线，就能给这个濒临灭亡的国家再续上一口气。可刘禅再一次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和稀泥。他不仅没有杀黄皓，反而让黄皓亲自到姜维面前，给姜维道歉，说几句软话，就想把这件事接过去。可姜维心里清楚，这件事再也接不过去了。他当着皇帝的面要杀皇帝最宠信的宦官，已经彻底得罪了黄皓。黄皓在成都把持朝政，党羽众多，只要他留在成都，迟早会被黄皓陷害，死无葬身之地。就这样，蜀汉最后的护国柱石被逼出了成都，远走塔中避祸。蜀汉的军事核心彻底和朝堂割裂开来。更致命的是，姜维的远走直接让蜀汉的北大门汉中出现了致命的空虚。蜀汉的江山从内到外已经烂了个通透，就像一座被虫蚁蛀空的房子，只需要一阵狂风就会轰然倒塌。而这阵狂风很快就来了。公元263年春天，司马昭调集了18万大军，兵分三路，准备一举灭掉蜀汉。大战一触即发。远在塔中的姜维早就察觉到了曹魏的异动，他第一时间给刘禅送来了紧急奏报，言辞恳切，求援调兵驻守阳安关和阴平桥。这是蜀汉最后的预警，也是最后的机会。只要刘禅此刻下旨调兵驻守险要，
守住阳安关和阴平桥，就算曹魏18万大军来犯，也能像之前几十年那样把敌军挡在关外，守住蜀汉的江山。可这份10万火急的奏报送抵刘禅面前时，他第一时间既没有召集群臣商议，也没有下旨调兵防备，反倒先问了身边的黄皓。黄皓从来不懂军国大事，满心只想着讨好刘禅，保住自己的权位与安逸日子，压根儿不信曹魏会真的伐蜀。他找来巫师占卜，得到的结果是魏军不会来，陛下仅可高枕无忧。黄皓立刻把这个结果告诉刘禅，而刘禅竟全盘听信。他将姜维的紧急奏报压在案头，既不向朝臣透露半分，也不做任何战备部署，依旧和黄皓在深宫里宴饮游乐，对即将到来的灭国之灾毫无防备。姜维带着蜀汉最后的主力，死死卡住了剑阁这道天险，双方陷入了惨烈的拉锯战。双方在剑阁僵持不下的时候，邓艾带着自己麾下的万余精兵，穿越了700里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绕过了剑阁天险，直接出现在了成都平原的腹地。当邓艾攻下江油城的消息传到成都的时候，整个成都城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所有人都清楚，蜀汉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沉默了许久，一个苍老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殿。光禄大夫乔州，他看着龙椅上的刘禅，说出了最核心的一句话：曹魏为了让东吴不战而降，一定会厚待陛下，给陛下裂土封侯，保全陛下的荣华富贵。这是唯一的出路。此时大殿的角落里爆发出一声绝望的怒吼，他的第5个儿子北帝王刘晨冲进了大殿，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劝谏：就算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也应该死守成都，君臣父子一起背水一战，为社稷而死，这样才有脸面去见先帝，怎么能开城投降，断送大汉的江山？刘禅看着痛哭流涕的儿子，面无表情，挥了挥手，让人把刘晨带出了大殿。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不想死，也不想让成都的100万百姓陪着他一起死。他清楚，死守成都最终的结果只会是城破人亡。魏军进城之后，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血流成河。他当了41年的皇帝，没能让百姓过上多好的日子，至少在最后用自己的投降换来了成都免于一场灭顶的战火。但我们也无法回避，支撑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更多是刻入骨髓的求生欲。他不想死，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去赌一场必输的局。悲悯与自私，懦弱与清醒，在这一刻死死交织在一起，再也无法拆分。公元263年冬天，刘禅献上降表。就在同一天，北帝王刘晨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来到了昭烈庙，跪在刘备的牌位前痛哭失声。他先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拔剑自刎，以身殉国。他用自己的生命为蜀汉保留了最后的气节。邓艾接到降表，大喜过望，立刻率军进入成都，约束士兵，秋毫无犯，安抚百姓，恢复秩序。随后刘禅下旨，令剑阁的姜维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当圣旨传到剑阁关的时候，蜀军的将士们瞬间炸开了锅。他们在前线拼死血战，挡住了曹魏的10万大军。可他们拼死守护的皇帝却在背后开城投降了。无数将士悲愤交加，拔出佩刀，狠狠砍在石头上，石头碎裂，火星四溅，却浇不灭他们心里的悲愤与绝望。姜维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将士们，看着手里的投降圣旨，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带着全军向钟会投降了。立国43年的蜀汉就此正式灭亡。从公元223年登基到公元263年降魏，他在这把龙椅上坐了整整41年。如今江山没了，皇位没了，他一辈子都在逃避的责任终于不用再扛了。随后
刘禅被打包送往了洛阳。这片土地的主宰已经变成了深谙人性、冷酷多疑的野心家司马昭。司马昭给了刘禅无上的荣华富贵，也给了他无时无刻的试探和防备。他太清楚了，刘禅虽然平庸，却是蜀汉的正统象征。只要他活着，只要他有一丝一毫的复国之心，蜀地就永远不会安稳。他必须确认刘禅是真的没有了任何威胁，是真的甘心做一个安乐公。不久之后，司马昭特意设宴，邀请刘禅和他的旧臣参加。宴席之上，司马昭特意安排了蜀地的歌舞，熟悉的音乐响起，随行的蜀汉旧臣一个个想起了亡国之痛，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纷纷落下了眼泪，有的甚至失声痛哭。唯有坐在主位上的刘禅嬉笑自若，看得津津有味，就像看一场和自己毫无关系的表演，脸上没有半分悲伤，没有半分不舍。司马昭转过头，笑着问刘禅：“想念蜀地吗？”这是一句杀机四伏的问话，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终极心理测试。如果刘禅说想念，哪怕只是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思乡之情，司马昭就会认定他心里还藏着复国的念头。接下来等待他的只会是一杯毒酒，一条白绫。刘禅放下手里的酒杯，用一种极其轻快的语气说出了那句遗臭万年的台词：“此间乐，不思蜀。”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我一点都不想念蜀地。这就是流传了1800年的乐不思蜀。千百年来，无数人用这句话骂他昏庸无能、寡廉鲜耻，骂他是扶不起的阿斗，骂他忘了祖宗，忘了家国。可很少有人读懂，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在权力绞肉机里活了一辈子的顶级幸存者，在面对生死存亡时做出的最后一次精神剥离。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亲手杀死了那个名为刘禅的帝王人格，杀死了那个承载着蜀汉国运、父辈理想、君臣忠义的符号，只留下了一具名为安乐公的肉身。他太清楚司马昭的心思了，他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肉，生死全在司马昭的一念之间。他只要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一丝一毫的思乡之情，就会立刻招来杀身之祸。他没有任何依仗，唯一能做的就是装疯卖傻，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无情和无能，让司马昭彻底放下对他的杀心。宴席散了之后，随行的旧臣细正找到刘禅，对他说：“陛下，刚才司马昭再问您想不想蜀地，您应该哭着回答说，先人的坟墓都远在龙蜀，我心里没有一天不思念的。”然后闭上眼睛，做出悲伤的样子。没过多久，司马昭再次设宴，又一次问刘禅。刘禅闭上眼睛，按照细正教他的话术，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司马昭故意装作惊讶的样子说：“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细正教你的？”刘禅猛地睁开眼睛，满脸天真的惊呼：“您怎么知道的？就是他教我的。”话音刚落，满殿的人都哄堂大笑。在这一片充满鄙夷的笑声里，司马昭终于彻底放下了心。他知道，这个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这样的人留着他，不仅没有祸患，还能给还没投降的东吴做个榜样。从此之后，司马昭再也没有试探过刘禅，再也没有动过杀他的心思。他在洛阳安安稳稳地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后的7年。这7年里，司马昭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炎篡位渐进，成了晋朝的开国皇帝。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就在他身边上演，可他始终置身事外，不闻不问，每天宴饮游乐，过着安逸的日子，就像他在成都的最后10年一样。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65岁。在那个充斥着非正常死亡的乱世，他得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善终。他死了之后，关于他的争论却持续了1800年。有人骂他是扶不起的阿斗，是千古昏君，是他亲手葬送了蜀汉的江山。也有人为他翻案，说他是难得的贤君。他在位41年，
让蜀中百姓安享了近20年的太平。他的不战而降，保全了成都的100万百姓。他的乐不思蜀，是乱世里顶级的生存智慧。可今晚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蜀汉灭亡，刘禅到底该背多大的锅？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蜀汉的灭亡从来都不是刘禅一个人的罪。从关羽失荆州，隆中对的战略蓝图彻底破产的那一刻起，从刘备夷陵惨败，掏空蜀汉家底的那一刻起，这个偏居一隅的外来政权就已经被时代判了死缓。他先天不足，以一州之地对抗占据中原9州的曹魏，国力有着无法逾越的碾压级差距。他结构性困局无解，荆州外来集团始终把持核心权力，与益州本土士族的矛盾从未真正化解，兴复汉室的正统大旗终究抵不过百姓对安稳日子的渴望。就算是刘备、诸葛亮复生，也未必能打破这个死局，未必能改变蜀汉最终覆灭的命运。更何况是本就没有逆天改命之才的刘禅，但我们也绝不能为他开脱。他不该为蜀汉的灭亡负全责，却必须为这场亡国负最主要也最不可推卸的责任。诸葛亮死后，他曾手握近20年的黄金窗口期，他用高明的帝王心术完成了权力回收，用稳健的制衡让蜀汉迎来了近20年的安稳岁月。他从来都不是天生愚钝、扶不起的废物，他有能力坐稳皇位，有能力平衡朝堂，有能力守住这片江山。可他最终选择了摆烂，选择了逃避，选择了放任。是他纵容黄皓专权乱政，让朝堂从内部彻底溃烂。是他面对曹魏伐蜀的预警，听信巫蛊之言毫无防备，让国家陷入灭顶之灾。是他在尚有抵抗余地之时，放弃了先被浴血打下的基业，亲手按下了王朝覆灭的按钮。他的错从来不是扶不起，而是明明有能力扶江山一把，却为了自己的安逸，选择了撒手不管。回望刘禅这漫长而复杂的一生，他不是后世口中天生的昏君，也不是某些翻案文章里隐藏的千古明君，他只是一个被时代强行推上王座的充满矛盾的普通人。从襁褓里被扔在长坂坡的乱军之中开始，他的一生都在被当作政治筹码反复拉扯，随意抛弃。他从未主动选择过这个皇位，从未主动选择过要扛起兴复汉室的千斤重担。他一生所求的从来都不是宏图霸业，只是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他的废柴是面对绝对权威时无声的对抗，他的投降在懦弱自私的底色下，也客观上护了成都10万户百姓免遭屠城之祸。他那句乐不思蜀，是乱世里保命的顶级生存智慧，也是对那个逼所有人去死的英雄时代最冷酷的嘲弄。我们今天聊刘禅，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总能看到一丝普通人的影子。我们都曾被宏大的期许推着往前走，都曾被既定的轨道绑住身心，都曾在无法破解的困局里选择过逃避，都曾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结局，最终只能选择与自己的平庸和解。历史永远需要以身殉道，燃尽自己照亮前路的英雄，也永远该容得下那些不想当英雄，只想安稳度日的普通人。只是当你坐上了那把至高无上的龙椅，当你接过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你的平庸与逃避终究会变成无法推卸的罪责，被写进千百年的史书里。这或许就是刘禅一生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悲剧。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愿你在自己的生活里不用背负太过沉重的期许与行囊，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份安稳与安乐。晚安，